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，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感情为难。剩多少人能挣脱牵绊？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喂，饿不饿？一起吃饭吧。我没有胃口，你们去吧。你没事吧？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做错了，对吗？身为媒体工作者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真相报道出来，不可以因为同情而让犯人逍遥法外啊！我还是觉得我没有错。每个人都有个天平去衡量对或错。站在你的立场，你选择报道真相并没有错啊。可是站在我的立场，我却认为媒体人应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，所以我选择不做会让自己后悔的报道。我虽然不苟同你的想法，不过我选择尊重。我真的没想到婷婷会做傻事的，这是大家预料不到的。我对婷婷的事感到很抱歉。如果他们需要什么帮忙的话，尽管告诉我，我会尽量帮忙的。是谁啊？敲门声那么急。燕姐，我要吃饭，我要吃你煮的饭。你现在去煮饭。你现在去煮饭。我没有。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他每次喝醉酒就有这些无理取闹的要求，我真的没办法才把他带过来的。喝酒，志成，我们在喝酒，我们在喝酒。烦死了你！怎么了？我明天还要上庭，有些资料还没准备好。那你先回去吧，把他留在这里。这样子会不会太麻烦你们了？不会，没事的。那我就先走了。有什么事再打电话给我。明天早上我再来看他。好，来。晚安。喂，别玩了。我先回去睡觉。喂，电话响了。喂，电话响了。喂，洛琳啊，我是言之。郑业现在在我家，他喝醉了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帮我照顾他吧。谢谢。也让我们拥有曾为的
嗨，要帮忙吗？你清醒啦？你让开了，这种事情还是让男人来做吧。你这个大少爷会换水龙头啊？是男人就会做这种事的。啊，这个不对吗？我用给你看，是用这个的。魏小姐，你有没有点常识的啊？你修水壶连总开关都不关，这是我第一次嘛。那以后发生这种事啊，你要不找一个修理工帮你修，你要不去找个男人回来帮你修。哎呀，是那个瑞瑶说她长期以换很容易，所以我才想要自己做。女人有时候呢，总会有迷思的，觉得和男人没什么两样。其实男人和女人啊，真的是有差的，真的。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青春，原来最难爱过的竟是黄昏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诗人，可是诗人也是平凡人。好难得你干嘛？觉得很帅？我是在想，男人有时候是很好的免费工人。免费？你做梦吧！我现在肚子饿了，煮饭呢。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。好难得我们遇见了对的人。你到底是什么 fashion sense 啊？怎么只有一种款式的？你家里真的只有这一套我能穿的吗？你不知道我像老夫子，我衣服都是同样款式的，只穿一个晚上忍一忍吧，这是我最大的意见。吃吧。哎，你要不要改行当厨师啊？当 sponsor。那么好吃啊？不只是好吃，而且还有一种安抚人心的作用。你的味觉被你的心情影响了吧？其实心情不好有很多解决方法的，不过最有效的你应该很清楚吧？面对它，解决它，可是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那，你刚才换上这套衣服不是很难吗？不过还是穿得下啊，证明只要你有心，一定办得到的。喂，你不是故意要和我说这番话，才让我穿这套衣服的吧？你真的以为我那么有先见之明？哎，这不是先见之明，这是心机重。随便你，吃完了洗碗吧。啊，我洗碗？我在帮你，让你利用忙碌来忘记你的心情。哇，洗碗让我心情更差。对不起啊。完了完了！现在所有的 email 都是在投诉洛琳的，还有人建议要洛琳放长假。网络上的留言啊，有99%都是在骂洛琳哎。那还有1%呢？骂我们喽！怪我们啊，为什么让洛琳播出这种新闻？大家都在说啊，再怎么有价值的新闻，都比不上人命重要。哎，我觉得这些网友也很有问题啦！一捉到别人的错误就尽情的辱骂。哎，反正用假名，一个骂的比一个凶啊。这种落井下石的心理，我最不能认同。可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哎呦，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嘛，难道他们就不会犯错？就连神仙也会犯错的啦。连神仙犯错你都知道啊？谁呀？不就是那个月下老人啊？不然我的条件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男朋友？哎呦，我觉得这次洛琳一定会在群众的压力下被迫放长假的。哦。来，大家集中一下。是这样啊，刚跟老板开个会啊，我们都觉得这起事件对洛琳的形象影响很大。老板建议洛琳暂时休息一下，放大新闻眼的播报工作，严志先接手。啊，好了，开会讨论今天新闻内容。我相信这是暂时的，你很快会回去报新闻的。
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放大新闻眼》，我是刘妍之。节目一开始，我代表 Real TV 真心的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。梁慧琴和梁婷婷的新闻播出后，我们收到了很多观众的意见和批评。对于这次的报道带给大家不好的观感，我们放大新闻眼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非常抱歉。经过这件事，我们承诺会努力调整做新闻的角度，尽量做到合乎道德与法律、人情与公道。我们一定会让大家看到我们的诚意，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我们很感谢梁慧琴的大量原谅了我们。她跟我们说，有些人或许他一辈子都不能原谅，但他会选择忘记。只有忘记过去，才能重新生活。我想为我的行为向社会大众道歉。我不应该设下圈套，引用方鸿杰上当。我只想利用一些法律制度以外的方法来制裁那个坏人。可是我错了，我间接的伤害了一些无辜的人，为大家做了不好的示范。对不起。这一次也让我们深刻的了解，媒体的报道可以是伤人的武器，也可以是帮人的工具。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则新闻。唐律师，怎么好意思让你免费帮我打官司呢？你真的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不如我。不用了，他赚这么多，应该回归一下社会的，你不用为他担心。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因为我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金主帮我挡着的。不错，可是我这个大金主会随时提高你的利息。你不会的。就当是我们公司欠他人情，你不用放在心上吧。对啊，我怎么说也是电视台的法律顾问，我应该做点事的。那就谢谢你们了。那这些钱应该够你们姐妹用一阵子。这就不用了吧？你也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回馈社会嘛。你收下吧，这些钱他绝对不会急着要用的。而且你可以慢慢还，20-30年都没问题的。他真的很有钱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那就什么都不用说，最好的报答方法就是你们姐妹两个好好的过。我会的，我一定会努力，让我们以后的日子过得更好、更开心。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唉，事情在不圆满之中啊，始终还有点圆满。走，我们去庆祝一下。去哪里庆祝？颜之家，颜之负责煮。喂，明明是庆祝，为什么我要煮啊？哎，能者多劳吗？功劳苦劳，你一个人全包。你一直吃我煮的菜，你吃不腻啊？哎，我真的吃不腻。说真的，你的厨艺啊，可以比得上5星级厨师。而且在你的菜之中啊，我能吃到家的味道，让我想起了小时候一直照顾我的保姆。我煮的菜让你想起保姆，那我不煮了。你说你不煮的啊？你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来找我。我不会找你，因为不会发生事情。你话不要说这么满，我和你说。哎，厨房是我的，我干嘛要煮啊？我就要你煮，快。吃吧。哇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让我现在死我都愿意。这么夸张啊？这不是夸张，这是代表他活到现在吃过的好东西实在是太少了，那么容易就满足。哇，你在拐着弯再说你姑姑做的菜不怎么样哦？喂，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你不要乱解释我的话。我的姑姑啊，不只是我心目中的第1名厨，还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不能得罪她的。谢谢。你们现在才知道啊？哇，这全部都给你啊！哎，不用，我这个人啊没这么贪心的，知足就够了。你不贪心，你骗谁啊？从以前到现在，每次你看到你喜欢的东西落在别人手上的时候，你都会不顾一切把它抢过来，这不算贪心吗？这不是贪心，这是好胜心，我怕输。问题是东西已经在别人手上，你硬抢过来，不是很好吧？如果那个东西注定是他的，我怎么抢也抢不回来的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如果你没有去抢，
东西就会被抢走，也因为你去抢，东西才会被抢走的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抢的念头，一切就平安无事了。哇，说得我好乱啊！我到底抢了你什么了？人家的女朋友啊。其实我意思是，与其去抢一个可能到最后也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不如现在就珍惜你所拥有的。说得对。其实他说的有道理啊。你跟洛琳之间的问题，不可能一直逃避的。我感觉得出来，你还是喜欢洛琳的，不然你不会这么生气的。因为在乎才会生气，反应才这么大。逃避不是男子汉所为。回去。他都还没有吃完呢。不是。回去解决你跟洛琳之间的问题，好好珍惜你们的感情。就这么放弃，太浪费了。走啊！也是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尽量不要煮饭给正业吃。哦，我懂了，你是怕姑姑会被正业叔叔抢走啊？回家做功课啊！我要吃饱。等一下煮宵夜给你。你想说什么，直接说吧。老实说，我是真的很担心正义把你抢走的。你想太多了。我不是凭空胡思乱想啊，我真的发现你们最近的相处有些说不上是暧昧，但是就是有点奇怪，觉得你们的默契越来越好，觉得你们……我现在跟你在一起，就绝对不会劈腿了。我跟他完全是朋友的关系，如果我们之间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我们怎么走下去？对不起啊，或许是我真的太紧张了。对不起啊。吃吧。要不要买一些毛巾？喜欢什么颜色？随便啦。把人家两姐妹害得那么惨，还有心情逛街，真的是没有良心哦。他们这种做新闻的，哪里有良心的？收视率最重要。明明自己是女人，女人怎么不帮女人啊？等她自己遇到这种事的时候，就知道惨喽。你们是怎么了？我女儿只是做她该做的事，她根本就没有错。好，就算她做错了，你们也应该给她一次机会啊！难道你们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？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？难道他们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？如果是他们自己被人家批评，他们会怎么样？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宁愿相信美丽的谎言，也不肯相信丑陋的事实。我开始怀疑，如果连报道真相也不能被接纳的话，那我还做这份工干什么？事情发生后，我压力真的很大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。发生这种事，妈知道也不是你想要的。妈，我想辞职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妈永远会支持你的。谢谢你啊，妈。傻瓜，谢什么？现在就算全世界放弃你，妈也永远不会放弃你的。
你应该明白这次的事情是你做错了。这就是你那么多天后想跟我说的第一句话。这是我们冷战的原因，我们当然应该要面对它，去解决它。你不觉得身为我的男朋友，你现在关心的应该是我的感受吗？我不是不关心你的感受，而是我觉得我们两个，而是你觉得解决问题比关心我的感受更重要。我们两个确实有很多问题是需要解决，所以你就不用在乎我的感受了吗？我不是不在乎你的感受，而是你更在乎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为什么你老是要在乎和感受这两个问题上打转呢？你又不是一样在另外一个问题上打转吗？我突然觉得我在这段感情里真的很卑微。卑微的那个人应该是我吧？我之前一直很迁就你。这件事我只不过觉得你做错了，我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，我这也有错。看来我们之间真的很多问题。我想我们还是暂时分开吧。暂时分开？你们女人就喜欢把暂时分开来当分手的理由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两个人真的需要冷静下来，调整一下心态。我不想你为了我改变太多，我也不想为了你而改变。所以我们两个人真的需要冷静下来。把问题想清楚，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。那如果找不到解决的办法，那我们是不是要分手？所以你现在只不过提前告诉我们，最后还是要分手的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算了，你想要怎么样怎么样吧。你想要暂时分开就暂时分开，你想要分手就分手，随便你。我没有说要分手啊。是吧？什么都别问，什么都别说。爸爸还我，给我这，臭傻瓜！高峰先生，他们为什么会吵架？你跟这两位女生是什么关系呢？可以讲一下当时的情况吗？大家好。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，我只是送一个名牌包包给一个美女。怎么知道另外一个美女跑进来跟他抢哦？就这样咯，打起来了。不要抢！你给我！有啊，好好说。请问这两位美女跟高峰先生有什么关系呢？哎呀，普通朋友而已，萍水相逢。萍水相逢就送那么昂贵的包包，看来高峰先生的钱真是多到没有地方花哦。有钱又怎么样？很多东西啊都不能够掌握。你们不要看我是花花公子哦，其实啊，我这一辈子啊最喜欢3个女人而已。她们呢，就是我3位妻子。燕萍、Amy、Fiona，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们，很爱他们的，不想伤他们的心的。最后，哎呀，我做不出决定，就伤害他们的心。我的心啊，很痛的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 ，Rara，Baby， 你怎么样了？你来了啊！来跟大家打个招呼。她是我的老三，名字叫 Fiona， 我心爱的女人之一。怎么伤成这样了？头痛吗？头很痛哦，心更痛哦。哎，嗨，咦，你在这个时间出现，该不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吧？没有啊，就来接你吃啊。现在还很早哎，你手表坏了？不是，反正没事做，所以就找来啊。OK， 我去拿水。你跟颜值之间该不会是发生了什么事吧？奇怪，为什么你会这么想？我觉得男朋友都应该这么体贴的。但是你现在是过分体贴了，你看看，现在离放工时间还有那么远，你会不会太早来啦？该不会是心里有鬼吧？又或者是你担心女朋友被人抢走？我觉得你应该去负责八卦新闻，因为比较适合你。我是真的很喜欢颜值的，
所以我不会让别人把它抢走，也不会给别人机会痴心妄想。你在画什么？没事。喂，你怎么走路不戴眼镜呢？我什么我？你们别以为自己仗的是女人，做错事情就不用道歉。对。无理取闹。喂，你们男人就很了不起啊！现在失恋有什么大不了？失恋就可以乱发脾气的吗？你给我道歉！他失恋了，心情当然不好啊，算了吧。失恋又怎么样？谁没有失恋过？要是我每次失恋都像他这样的话，那不是很快就患上躁郁症？你给我道歉！道歉！喂，没风度。算了，没事啊。我真的很累了，我们可以不要再玩了吗？喂，现在是你失恋，又不是我失恋，我陪你受苦干嘛？哎呀，看你也不是第一次失恋，有那么痛苦吗？我本来也觉得这次不会这么痛的，可是这次真的很痛。你每次失恋都那么痛吗？因为我每次都很认真，所以我每次都很痛。那照理来说，你应该是金刚不坏之身吧？哇，真的很差劲哎！什么金刚不坏之身？我是伤痕累累之身才对啊。那你不用我陪，应该可以自己疗伤吧？好吧，你不用陪我了，我自己一个人疗伤。正业，吃饭了。那个模型真的那么好玩吗？你从刚才一直玩到现在。别管它，我们吃吧。一个人我在聚散，一个人走在路上，泪流下那么荒唐，分手当初是我在逞强，一个人对谁嚣张，一个人为谁而忙，我懂了，你没反抗，是因为我不够坚强。只是我一个人，不可能有多快乐，我承认。想回到两个。你不要这样对我笑啊！你这样一笑，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我很怕，手脚会发抖哎。你不会发抖的，你已经有了言之，他可以独当一面啦。而且支持他的人这么多，你根本不用担心啊。哎呀，那不一样的，观众善变你是知道啦。要是他们又喜欢看你播报新闻呢？我已经决定了，希望你接受。要是情书我不介意，投诉信也可以，辞职信我不能接受。我不是耍脾气，我是真的需要休息，给自己充电，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。哎，洛琳，你可以考虑拿 no pay leave 啊。既然要走，就要走得彻底一点啊！
给自己留个后路，不容易做出改变的。真的决定了？那你要去哪里呢？新西兰啊。新西兰？我的天哪！新西兰啊，除了蓝天白云就是农场，要不就是农场加蓝天白云。那个地方是给人养老的。你这么快想退休了？适合退休的地方就表示够宁静，这样我就可以好好想想自己到底要什么嘛。宁静？哎，你可以去乌名岛啊！我给你放假去乌名岛。太近了，我怕你过来烦我啊。真的这么坚持吗？希望你能成全。好吧，留得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自己多保重，祝你幸福。谢谢你。你这个样子很难看呢。哇，现在还让我好看的话，老天爷真的太没有天理了。还会开玩笑就表示你没事了？这模型有什么特别意义？但是我想和若琳去旅行的地方，不过看来没机会了。你舍不得他吧？舍不得有什么用呢？也许我们真的不合适吧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对方最差的一面，你就没有办法拥有对方最美的一面。如果你喜欢他的部分多过你讨厌他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应该努力挽回，否则你会后悔的。老板，哎，干嘛呀？在干嘛？哎，颜值，方正业呢？他要多请1天的假，主编可以吗？我可以说不可以吗？这个爱情的杀伤力就好像核子武器一样，搞得一个没有心情工作，另一个远走他乡去疗伤。嗨，我们就好像受了核辐射，跟着受害啊！你是说洛琳要离开了？是啊，今天中午1点就要飞到新西兰，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OK？ 哼，哎。喂，洛琳今天搭中午1点的飞机去新西兰了，快去追啊！哎，小心！一路上布满尘埃，风雨过后谁还在？我们都在寂寞里取暖。对现实习惯无奈，却对正业，我走了，但是我不是跟你分手。
就像我说的，暂时分开对我们彼此都好。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。只有在没有看到彼此的状况底下，我们才能真正去衡量清楚我们在彼此心里的重量。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如果离开后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，那就表示我们都是彼此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回想我以前真的不了解你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有人来有人。所以这次离开，我真正想要做的是，我要改变自己。我不要你再为我改变了。越爱过，越受伤过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会以全新的自己回来。留一张底牌，我们都太孤单，不够勇敢，爱的茫然，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爱的遗憾，让幸福走散，还庆幸自己很强悍。我们都怕承担，不够勇敢，能不能肆无忌惮？爱不过一次地狱天堂。唐律师，真的是谢谢你了。要不是你向法官求情，让他考虑我跟妹妹的情况，我不可能被轻判，更不可能只是被罚。登报向那个混蛋道歉，真的是多亏你们了。别这么说，这样你可以继续留在婷婷身边照顾她。是啊。啊，还有，你一定要忘记那件事。我们要相信这世界还是有正义的。那方红杰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的。希望如此吧。喂，你联络洛琳了吗？我 email 他了，他说他需要时间思考未来，不要我们打扰他。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郑烨，他外表看起来没事，可是内心很难过。喂。哦，好，我赶过去。有突发新闻，我要走了。喂，小心点啊！没有任何新闻比你安全更重要，不要急着冲锋陷阵，知道吗？请问高峰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说他的头部受了轻伤，没有什么大碍，只是因为不久前他的头部才刚受过伤，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。高峰先生看起来比上次还要虚弱很多。因为他连2次受过伤，身体承受不了，健康的确不是很好，所以医生劝他不要太劳累。他也非常听医生的话，决定要退休了。刚才在我们家庭律师 Jackson 的见证下，他已经决定把他名下的财产都转到我的名下，所以以后公司的事情就会由我全权负责。你胡说！我的 Honey 是不会把全部的财产交给你的。Honey， 我怎么说也是你的老二啊，你不可能把财产全部给他，要分的话，我也应该分多一点啊。什么多分你一点？你还以为这种事看辈分呢？
要看 baby 爱谁多一点。他最爱我，当然全都分给我啦。Honey， 你最爱他吗？你不是说你最爱我吗？对，最爱的是你，全部给你财产。你听到了没有 ，baby？ 哎，你也有份哦，大家有份。什么他有份？给我，给我才对啊！给我才对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老三，你还好吗？你也是老二。哎，不要打架！好痛啊！原来你这么怕痛啊！谢谢你救了我啊！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，我现在救了你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你以后什么都要听我的，知道吗？会开玩笑就代表你没事啦啊！你指的没事，是指我和若琳啊？你和他之间真的没有办法挽回了？顺其自然吧。新手机啊？是啊，旧的那个掉了，换了个新的，什么都重新开始吧。看在你救了我的份上，我送你一样东西。哇，这些都是资胜送的。这家伙平时很吝啬的，他在你身上花这么多钱，看来他真的很爱你哦。谢谢。唉，问题是姑姑对志胜叔叔没有那么爱啊，说不定连爱都没有啊。塞你的嘴巴！回去做功课。做功课也要喝水的吗？我喝了水会自动消失的。烦死了你！喂，志胜。人家谈恋爱都不介意别人听到他们的情话绵绵，最好是把人家肉麻死了。他是因为没有情话好说，所以才不让我们听见的。谢谢你救了我的女朋友，这个恩惠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。还一辈子呢？你拍古装啊？要的，来干杯！干杯！我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好了。怕你辛苦了。好了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送给你。干嘛送我礼物啊？想送去送嘛。哎呀，以后不要这么浪费钱了。花在你身上我不介意的。还要吗？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唉，我知道你在烦恼什么。志胜每和你说出一句关心的话，每送你一件礼物，你都觉得压力很大。这不是最大的压力，最大的压力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，我对他的拥抱跟握手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我建议你和他说出你真实的感受。不是会伤害到他？初恋本来就很难忘，时间拖得越长，就越痛苦，就越难忘。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把我兄弟的伤害降到最低，因为我怕他承受不了，搞不好会自杀的。你在开玩笑吧？我在开玩笑。哎，不过重伤难免嘛。感情这个事啊，真的是不能勉强。偏偏这个世界上合得来的人又不多。我觉得最美好的恋爱啊，应该是天注定的缘分。爱让我们变得比单身愚笨，也让我们拥有从未的完整。问也不问，就越陷越深。如果不是那个吻，那年会更冷。相信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，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。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，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
去奋不顾身，好难。